是我发现了，我在塞利亚发现了油矿，麦克，麦克，麦克，还在吗？安葬好，收拾一下午离开这儿。是老板。Mkuu. Habari Daktari Tong. Tumekuja hapa kuangalia eneo. Vipi, wagonjwa wanaendeleaje? Tumeleta baadhi ya vifaa hapa na huyu ni Jang, mshauri wetu. 酋长好， Nashukuru kukutana na wewe. 听童医生已经介绍了这里的情况，今天我们过来，想再查看一下。 Mshauri Jang amesikia yaliyotokea, kwa hiyo yuko hapa kwa ajili ya kuangalia. Inaonekana imekuwa mbaya zaidi jana. Tulipata wagonjwa zaidi usiku kucha. 这里的病人他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就昨天一个晚上多了很多相同症状的病人。 跟酋长说，我们要立刻见一下病人。好。 Mkuu, tunahitaji kuwaona hao wagonjwa mara moja. Sawa, nitaandaa. 罗尔正在经济危机，而马努特想要救他。耐心点，朋友。现在罗尔还有个困难在等着他，他就快撑不住了。 工作结束了，很好。他怎么了？另一个人呢？他被毒死了。他尸体呢？我们把他埋了。 这个男人还挺重感情的，真意外。病人的溃烂加剧，呼吸道闭合，气管粘连，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疟疾。
我感觉更像是感染了某种病毒，虽然短时间内不会致命，但是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你的判断没错，他们的症状和医院这几天接收的那几个人很相似。这种病起初和疟疾很像，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回去后，我们必须赶快把这一情况上报给联赛团。好，我再去问问老酋长，看看他们最近都接触了什么，能不能找到原因。我去找一下老酋长。用我陪你吗？不用了，我自己过去就行。注意安全。Asante, unakaribishwa.哎，我说，他们怎么直接饮用生水啊？他们生病，会不会就是因为喝了这些水啊？他们的水源在塞尔里河，因为这里没有化学工业，所以没有污染，很多人都去那里打水，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帮他们打几口井啊？在这儿干农活的一般都是妇女，这样他们取水啊，能少走好多路呢。像你说的这个问题，联赛团曾经做过尝试，在这里打了几口井，可是没过多久，井口就被石头封住了。封住？谁干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封住井的就是那些取水的妇女。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取水需要半天的时间，也只有这半天，他们是自由的。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是可以让他们摆脱村子里更繁重的劳动。本以为打几口井能帮助他们，没想到啊，其实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负担。在塞利亚生活真的是太矛盾了，他们喜欢现代文明，喜欢电子产品，也喜欢坐汽车出行，但又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拒绝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便利。嘿，见过这些人吗？没见过，没见过。你呢？没有。见过这些人吗？没见过。你呢？没见过。嘿，朋友，嘿，你见过这些人吗？没有。你见过这些人吗？啊？你是说这两个人吗？这两个人我记得我见过。在哪儿看到的？爆炸之前，我看到他们在医院附近。你看到他时，他是一个人吗？我记得好像还有几个人。我需要你跟我们回去一趟，协助调查。好吧。先把他带回去。好，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好，走吧。走。请进。丹妮小姐，这是我们临摹的，我们已经尽力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找的幕后主使就是他。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但是我们可以先根据这张图部署下一步的工作。这样，把画像传给国际刑警总部，让他们确认这个身份。还有，把画像也发给鲁尔一份，应该让他知道这件事。好的，知道了。Mkuu, tafadhali fikiria, kuna kitu kisicho cha kawaida kimetokea hapa hivi karibuni, au kuna mtu yeyote kutoka nje kaleta kitu maalum? Nina uhakika hakuna kitu chochote cha ajabu kilichotokea. Sawa.
Kwa lolote lile, tafadhali usiwaruhusu wanywe maji ambayo hayajachemshwa. Kama wanahitaji, tafadhali yachemshwe kwanza. Tutaleta dawa ya kuangamiza vijidudu, itumike vizuri. Naelewa. Naomba radhi kwa ndugu yangu na kwa yule aliyepoteza mguu tena. Tutamhudumia mpaka atakapopona. Kuna mtu ndani ya familia aliwasiliana na mimi, alisema angeweza kumtunza, kwa hiyo msio na wasiwasi. Hiyo ni safi. Daktari Tong, nakuamini. Hebu twende.你曾经不是信誓旦旦地跟我说，油矿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吗？但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网上开始有了消息？一切都是猜测。那个叫麦克的记者没有泄露油矿的位置，起码所有人都不知道油矿在哪儿，要不然早就有人跑到这儿来了。那最后一篇报道是谁写的？查出来了吗？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跑了。不过没关系，所有人都当是谣言，谁也抢不走你的生意。你只要再耐心等待1个月，第一批黄饼就会出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就知道你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不过我现在的资金出现了点状况，要等些天才能把钱打给你。没关系，反正我的东西不愁卖。狡猾的家伙，他是想等待这一切都确认无疑之后才肯打钱。但我们要保持警惕。如果连一个白人记者都能找到这种地方，那很快鲁尔和马努特也会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合作？你什么意思？听着，你最近努力做这些事，都只是为了一个矿藏。你为什么不和马努特联合起来搞掉鲁尔？马努特会保护你。最近马努特有什么消息？他要为我们提供资金，而且没有向我们收取任何的利息。但是钱要下个礼拜才能给我们打过来。等马努特的钱到了，先发给士兵，然后再发给政府的其他部门。我听说马努特最近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城内，不要为难他们，让他们过去。这样有助于我们以后筹措资金。然后我们再给马努特一些好处，以后出现任何事，他都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欠我们这个人情。好的，总统先生。这是谁？总统先生，这是维和警察今天新发布的消息，说有关袭击医院一事已被查明，是画像上面这个白人所为。另外，总统先生，我们也查到这个白人也跟班达的绑架案有关，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认他的真实身份。马上封锁全城，我要在城内活捉这个人，千万不能让他跑掉。我们一定要抓活的，为班达报仇。听明白了吗？是的，总统先生。我要和马努特通电话。这需要合适的机会才行。那你就告诉他，我要和他谈一笔数额非常巨大的生意，他应该会和我通电话的。明白了，今晚应该就可以。好的。乌托先生，怎么了？我很久没有收到我的工资了。你会得到的，别担心，明早就会看到。希望这次可以兑现。
我希望你收到钱后不要再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回来了，兄弟们，辛苦了啊！在这干啥呢？站岗呢。站岗呢。嘿，什么玩意儿？哎，啊，嘿。给你的，谢谢。说说你的目的吧，副总统先生。我1年前去过塞利亚，我和我的勘探队在您的国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但与此同时，我想我也会去跟鲁尔谈谈。蠢蛋，这油矿最多只能开采5年。哼。这些照片哪里搞的？总统先生，这是昨晚一个未知的号码发过来的，我尝试打回去，但是那面一直没有接通。还跟我说不需要任何条件，原来背地里和恐怖分子交往的这么深。我是想接纳马努特，立刻切断马努特运输物资的渠道。下去吧。总统先生，我们要不要等马努特的钱打过来再封锁全城？你觉得他还会打钱过来吗？物资一到，马努特就会带人杀过来，把我们杀个片甲不留的。他难道疯了吗？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物资进丹城？那只不过是粮食和药品。不仅如此，那些人他们还试图挑衅我们。他们找我回来，
根本就不是来和我谈判的。所以，副总统，我们现在做什么？他就想看我死，我受够了。如果他继续挑衅我们，我们就打过去。好的，副总统。食物走，食物，是啊，快！为什么不给我们食物？对啊！大家听我说，我有食物，只卖5美元。什么呀？凭什么卖这么贵啊？给我们的吧。政府发的食物根本就不够吃，大家可以买我的食物，质量很好的，我可以保证。这明明就是我们的食物，凭什么不给我们？对呀，凭什么不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吗？就是我们的，给我们的。你别瞎说，谁瞎说？这些是我自己的食物。没有瞎说，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怎么瞎说了？你们要买就赶紧买，别浪费时间。你就是在撒谎！快归还属于我们的食物和药品，要赶快！对，没错，给我们食物，这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要食物，我们要食物，给我们食物，我们要食物，我们要食物，我们要食物，给我们食物，给我们食物。本来鲁尔和马努特都要和谈了，没想到一夜之间起了这么大的变化。不光是他们起变化，接连几天了，丹城内部发生了好几起抢夺粮食的事件，恐怕接下来还会有蔓延的趋势。可是现在丹城已经封锁了，我们的物资进不来啊！物资进不来。进不来怎么办呢？之前的医院爆炸案，我们只抢救回来一小部分粮食，剩下的一大部分都已经被大火烧毁了。物资再进不来，别说救济当地的灾民了，我们自己都需要救济。现在还能撑几天？7天。7天之内，如果物资给养再不到的话，那么各国的联合部队可能真的是要外部了。我们现在必须得要去找鲁尔了，否则一切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鲁尔总统他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面就是想要赶走维和部队，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改变心意。我现在就去找鲁尔，让他给我们的物资放行。高营长，你跟我一起去吧。好。高营长，再让饥饿持续下去，这些难民早晚也会暴乱。总统先生，难民正在下面暴动，我刚才出去了一趟。正好看见欧阳女士和高印长，他们想要见你。来干嘛？欧阳女士代表各国维和部队，希望您能解除封锁，让他们能够把物资运进来。解除封锁？那马努特他们不就是有机可乘了吗？我是塞利亚的总统，如果他们待不下去，他们可以选择离开这里。您还见他们吗？
跟他们说我在开会，可能会很晚。如果他们愿意等的话，就让他们等。好的，总统先生。高营长、欧阳女士，总统现在正在开会，你们可能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好吧，等他有空了，我会告诉你们的。谢谢。不客气。他应该不想见我们。这不已经给出答案了吗？这位总统先生啊，既要封锁丹城，还不想得罪联合国，这等于说把选择交给了咱们，还是希望咱们能够知难而退。那他就错了，我们只会知难而进。没错，欧阳女士，我跟您一起在这恭候总统先生。主任，今天我们医院又来了很多那种症状的病人。我看了，他们的症状和鹤鸣部落那些病人的症状很像，我们得赶紧通知国际红十字会，尽快搞清楚发病原因。童医生，把这次的样本和鹤鸣部落的样本一起送到邻国去化验。好的，院长。我是高博。哎呀，太好了！好，我明白，解决大问题了，真的。好，我明白。好，那先这样，哎，高女士，刚刚得到的消息，丹城的一家中资企业愿意无条件的提供我们1卡车的物资。太好了！可是丹城封锁，以现在的形势，这一整车的物资太显眼了，政府军不会允许我们进入丹城的。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派不出更多的人手去保护这批物资了。困难确实有，但是有物资总比没有强啊。没错。这些是联赛团的人吗？胡扯！你看看，欧阳女士，聂风他们的视频，子虚乌有，捏造事实。高院长，当务之急先处理这件事儿。欧阳女士，那先回去。好。来了，哎，哥，嫂子。赶快准备点菜啊！洗干净点。放心。你俩嘀咕什么呢？没嘀咕什么，就是说让他好好备2个菜，我一会儿去炒啊。你坐会儿，我炒完菜就过来。你也坐会儿吧，跟我聊会儿天儿。好，这事儿可以有。哎，今天看着情绪不高啊，怎么了？丹城又要封城？和鹿儿谈怎么样？顺利吗？你怎么知道我去找鹿儿了？我今天出去买菜的时候，看见你的车往那个方向去了。回来的时候，我看见纳达尔了。就是马努特他老婆，是吧？他还是不愿意回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保镖说的。我看着纳达尔的背影，我就有点心酸。你说他有家不能回，你心酸呐，是因为你能理解的。其实你们是一路人，
我们是一路人。我说的意思啊，你们都是有崇高理想的人。只不过呢，她之前啊，把她的这个理想都寄托在她丈夫身上。他们都有一个抱负，就是想啊，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呢，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因为这个国家太穷了，人民也太可怜了。可是后来呢，这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让他看出来他错了。马努特和鲁尔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着人民，也可以说现阶段他们根本没有想着怎么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啊，她灰心了。她认为啊，她丈夫跟鲁尔，他们呢只想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想能掌握最高的权力。她现在有家不能回，因为她的理想没了，对吗？不认识了。不认识我啊？哼，你是对我的认识太少了。那你说，纳达尔的选择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你现在的选择，最终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一样。但是啊，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比马努特幸福。因为啊，我觉得马努特和鲁尔他们追求的那些打打杀杀的，到头来啊，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虚的。真正实实在在的，就是能守着自己心爱的人，把眼前的日子过好。丹娘，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想明白了。之前我都是自己太较劲，总是想着能让你回国，认为这儿也不安全，那儿也不安全，这个工作根本不适合你。可是后来我又想想，我爱你就应该爱你的全部，这是你的理想，我应该支持你。所以啊，从今往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都支持，我都鼓励你。你需要我怎么配合，我就怎么配合，哪怕是只为你做一盘你爱吃的菜就行。指导员，我听炊事班说，怎么可能要断粮了？我也听说了，咱们的物资早就到塞利亚了，只是那个鲁尔一直不肯放行。哦，对了，我还听说，中资企业给我们带了一份来自国内的重要礼物。什么礼物啊？哼，你猜你肯定猜不到，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老聂，坐那想什么呢？没事，想点东西。聂队长，营长叫你过去一趟。哦，我正好找他们还有点事儿呢。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他们去，我不能让他们拿我一个人给咱们国家抹黑。江湖习气，
聂风，你能不能成熟点？你能不能做事考虑一下后果？我考虑后果，我接受，我什么都接受，但是我不能让他们胡说。站住！回来！事情要是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好了。联合国、联赛团会怎么做？啊？一定会让我们把你遣送回国。没问题，没问题。你来的时候跟我说什么了？你记不记得你来的第一天跟我说过什么？你对得起牺牲的小鹏吗？你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军装吗？指导员，你说营长把队长叫走了，不会是因为之前队长打了那个记者，要处分他吧？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今天回来的路上，我倒是有点不好的预感。该不会是要送队长回国吧？就目前形势，我觉得很难讲。指导员，可不能让队长回国呀！咱们特战队没有队长，那还叫什么特战队呀？就是啊，咱们得想办法替队长做点什么事儿。你们说这些啊，我都知道。只不过现在啊，就怕有人借题发挥。指导员，你说句话吧，我们都听你的。是啊，咱们在一起这段时间里啊，经历过多少生死，这份感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你们放心吧，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肯定去找营长。聂风啊，聂风，坐下。小鹏牺牲以后啊，我和教导员都立了军令状，要把咱们步兵营所有的战士，完完全全一个不能少的全都带回去。还有2个月，啊，就剩60天，咱们这期维和任务就结束了。你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把你遣送回国，值得吗？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特战队队长，行了，我跟你明说吧，这次事件你做的还是有问题。我们换一个说法，我们之中谁在那个时候都不会视若无睹、袖手旁观。不光我们这么认为，国内旅长也是这么想的。没有任何责怪你的意思，还刻意交代我们，要告诉你，别想太多，踏踏实实工作。啊，对了，还有，按照旅长的指示，我们已经向联赛团提出申请，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公布事情的真实情况，向那几名记者道歉，赔偿人家器材的损失。是，但是你要记住啊，有关于咱们的一切脏水，一律不接受。有一双眼眸流下的泪淹没了星河，看暴雨滂沱，无声守望着。有一个地方
慌乱的人群失去着落，废墟中跌坐，无助惊恐。他们呼唤我，他们等待我，在此刻拥抱的双手。不敢沉默的我，不愿万里如云中白鸽，追狂热的风，拥抱星辰美梦。哪怕某一刻，这段雨伞也笑着面向远方。摘下蓝天里的红，让每次仰望都能拥有惊恐，勇敢向前方，抚慰创伤，永远的蓝天里的红，让我回避微梦，微笑摘下蓝天里的红。